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11月25日晚间19点13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首先呢，我们看一下外围市场道琼斯工业指数的表现啊。由于昨天是周四的美国感恩节，所以呢休市不开盘。那么今天美股道琼斯工业指数的主联，也就是道指的盘前合约表现如何呢？我们看到啊，出现了一个微弱的上涨，上涨只是在0.05%这个位置上。那么我们看到啊，整轮行情道指本身呢，它始终处在一个压力区间。这个压力线呢，我们看到了是去年5月份啊延伸过来的一个筹码密集区。那么行情走到这里呢，我们看到了这轮行情道指走出了一个超乎意外的超乎我们预料之外的一个上涨西游。那么这轮上涨西游之后呢，我认为道指遇阻于压力位之后，会走一个日线级别到4小时级别的回调和下跌。那么如果出现4小时级别的下跌和回调呢，最终可能引发周线级别的对称性的下跌西游，最终呢会形成与2020年2月相互平行的一个下跌。那么美股到现在的这个位置上走出周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的行情，已经走在了一个危险的位置上我们看到进入阻力区间之后，危险重重，很容易走出下跌。那么我们观察到本轮道指呢出现周线级别上涨西游，但是对于比特币来说，我们看到它的涨幅非常微弱，甚至不断的出现新低。那么意味着未来呢，如果道指发生快速回落，出现周线级别的下跌西游，比特币一定会跟跌跟跌它不跟涨。也就是说，本轮行情我们看到了美股它是周线的上涨西游，而比特币它仅仅做出了特别微弱的反弹动作，并且这轮反弹动作呢，我们看小时线级别上它目前正在形成第4次波谷。我们看到了前3次波谷基本上已经形成，已经完全走出来了。第一轮反弹的反弹幅度16%，第二轮反弹呢是8%左右那么第3轮的小线反弹，目前从低点到高点这个位置上也接近8%。那么在未来行情当中今天美股开盘之后，在周六周日2个交易日内如果今天晚上美股出现快速大幅的下跌，那么很快我们会看到行情逼近16000美金，形成小时线级别的第4次波谷第4次波谷形成之后，就会形成这个江恩的4次等位置波谷定律意味着新低会不断的展开新低会不断的展开。那么我们看到小日线的这轮行情呢，同日线级别上的上一轮行情，也就是黄色线大开口的黄色线这里标识的4次波谷等位置波谷出现之后出现新低4次等位置波谷出现，然后出现新低这样的结构呢是完全类似的。再往上推呢，我们看到牛市行情当中69000美金前后比特币也出现了4次等位置的波谷之后，然后不断出现新低。所以呢，历史呢是不断重复的，历史是分型重复的。我们在日线级别上2个位置上观察到4次等位置波谷之后出现新低。那么目前呢，在小时线上这种可能性正在不断的增大最终呢出现位于16000美金的4次波谷之后小时线会重新发动跌破，并且在周线级别上呢，我们已经观察到周线级别上比特币的一根在11月初的一个标志性的阴线，悟空阴线已经走出来了。那么未来呢，走杀层阴线、唐层阴线8阶阴线、杀层阴线、唐层阴线，最终到达我们目标点位10500美金的可能性是越来越大了同时呢，在这轮行情当中，我们看周线级别是这样的走势。那么在18年的行情当中我们看到了在19000美金这个位置高点形成之后建立平台，然后跌破平台跌破平台之后，底部建立的一个时间点大概是在12月的中旬左右所以呢，这轮行情
当前的这轮行情，我们预计比特币的低点的建立时间也是在12月15日前后。同时呢，这个位置我们看到了周线级别形成了一个收敛动作之后啊，不断接近焦点，就是发动变盘的这个位置，出现下跌趋势之后，我们看到啊，悟空阴线走出来之后，后面啊很容易出现连续的下跌，最终呢到达10500。那么在当前时间点是你不断建立空单的一个时间点啊，虽然今天是有略微的反弹，我们大多数人都看到了是由狗狗币啊带动了一个反弹啊，当前狗狗币大概反弹幅度是5%，那5%的反弹呢带动了比特币和以太坊的一些反弹，但是这些反弹呢，仍然在什么区间呢？仍然在下跌之后的19000美金到这个15500美金啊这个区间，所以呢，它的任何反弹都是对这个大缺口啊的一个回补动作啊。目前我们看到了形成了3轮回补动作啊，那么3轮回补动作意味着行情回补已经基本上接近尾声，这个位置再诱导多头进场啊，肯定是主力庄家的恶意行为。那么在行情震荡过程当中，我们认为啊，你找到各个时间级别的压力线啊，然后慢慢布局空单即可。今天我们看到了日线级别上，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出现了一个阴线啊，这根阴线的出现呢，意味着以太坊对比特币的反弹呢即将结束。我们看到它反弹起始的位置是由一根支撑线引发的，这根支撑线呢可以追溯到这轮行情所有波峰的连线通过焦点之后延伸过来形成的支撑。所以呢，在反弹之后呢，我们看到日线级别上在上方形成了一个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构成了收敛三角形。收敛三角形下跌趋势线通过焦点之后构成了这个压力线。所以呢，在不断接近压力线的这个位置上以太坊对比特币呢正在走弱同时呢，我们看到了以太坊对比特币交易对上我们看周线级别上已经走出了悟空阴线，后面可能就会有巴金阴线、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那么现在的反弹呢，所有的反弹和震荡呢都是围绕这根悟空阴线的展开的。所以呢，我们可以把这根悟空阴线后面的这些部分管它叫做妖怪 K 线，也就是干扰我们对空头判断的对空头方向判断的一组 K 线。那么行情走到这里面，我画出来了悟空阴线组下方可能会有巴金阴线组、沙僧阴线组、唐僧阴线组，最终呢形成平行式的对称于6月份的下跌，引发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一个加速下跌。然后呢，我们回到以太坊ETH 对 USDT 角度上来看。那么在这里呢，行情并不复杂它通过横盘震荡形成的箱体结构，以横带跌走出了一个压力区间。这个压力区间呢，我们看到了它是一个弧形的看图它是一个弧形的压力区间，然后依次发生对各阻力位的一个突破首先突破了一个5月份波峰连线红色线的这个部分，然后突破了140均线和169均线，最终遇阻于4877点高点这个位置上波谷连线在1700美金的一个压力位遇阻于这个位置1700美金随即发生回落过程当中形成悟空阴线看这里悟空阴线、八阶阴线，然后围绕八阶阴线开始震荡。那么在震荡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以太坊的价格区间呢，主要是5月份波峰和这个6月份波谷的这个位置形成的这个收敛三角形。那么在这个位置上呢，我们看到越来越接近焦点位置，所以呢变盘随时可能发生。那么介于目前已经走出日线级别的悟空阴线和八金阴线组，那么未来可能走日线级别的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最终呢跌破我们之前的一个目标位1100美金形成日线级别的下跌西游。那在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周线级别已经走出了悟空阴线和八金阴线这是一个周线级别的悟空阴线和八金阴线。那么后面的行情当中可能会走沙僧阴线，并且本周已经处在沙僧阴线的这个势力范围。我们看到了一根阴线和一根阳线呢，那么沙僧阴线代表了我们的人生多震荡，所以呢这里面特别多的反复特别多对我们空头方向的一个干扰这个无所谓我们看
看到趋势呢依然是下行的一个动作。那么在未来呢，周线级别下跌期完成之后啊，周线级别的唐僧阴线会最终展露出来，并且随着这个趋势的下行呢，我们会逐渐看到啊，4到7月份的这波下跌啊，就是这一块的下跌，很快呢在未来的行情当中会有一个平行的对称型的动作，最终带动以太坊啊到达我们的目标位$260，也就是它的最大跌幅会类似于18年的行情下跌95%。那么我们这轮行情高点4877啊，它的残值剩5%的话啊，以太坊的价格会跌到我们的目标位$260啊，所以呢，空头方向在最近几个交易日的反弹过程当中不要气馁，很多人会因为5%的震荡啊，会对空头丧失信心，但是这些呢，正是超级主力想要你离开空头市场的一个原因，它会通过不断的诱多啊，不断的震荡洗清行情当中的不坚定者，所以呢，在行情当中，无论是震荡还是行情出现有左于你对行情判断的方向的时候啊，我认为你要坚持你的方向，无论多空呢，你都要尽量的保持对你这个方向上的坚持。那最后呢，你都容易在这个行情当中获利啊。我是一个在熊市当中只做空，在牛市当中只做多的一个患者啊。当然了，很多朋友是坚持在熊市也做多头，牛市也做多头，这样的朋友呢是多数的啊，就是单纯的喜欢做空的人是相对来说还是少的。但无论你是哪一个方向的坚持者啊、信仰者啊、玩家，我都希望你至始至终的保持你对行情的一个方向上的信仰啊，坚持做你的一个方向，一个获利方向，不要做两头蛇啊，做两头蛇最终呢可能会在行情当中损失掉你很多的筹码和本金啊，坚持方向，最终呢你会获得行情上趋势上的利润啊，特别是以太坊在这轮行情当中空头表现非常明显，并且未来还有很大的下跌空间，所以呢我是建议啊，就是大家更要偏向于空头来做。那么就在刚刚啊，我们看到道指出现了一个表现啊，目前已经出现了一个快速上涨啊。刚才我看到的时候是上涨5%，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已经上涨了9.97%。我们看到日线级别上涨幅度目前已经涨幅11.43%。那么在它上涨的途中啊，上涨到5%的时候，我跟我这个会员群的朋友聊天，我说你关注道指的同时，你一定要关注它的同类型币种Mask 因为他们两个呢总是互相形成犄角式的联动，特别是在道指快速上涨之后Mask 一定也会上涨，它都属于这个推特系的币种道指上涨之后，Mask 也一定会出现上涨果不其然，当天 Mask 已经完全跟上道指了，做出了10%的拉升动作。所以呢，在行情当中我们要做的一些就是联动性的关注这一定要是去做的因为一个币种你可能追不上它的涨速但是它的相关板块的拉升一定会给你机会给你一个可以进场的一个机会。同时呢，我们看到了 SUM 在这2天行情当中也出现了一小部分的反弹这轮反弹我是关注到的特别是在早盘的时间，我们看到了它在凌晨3点的一个试盘，当然这个时间点大家伙都在睡觉但是在调整之后呢，我们看到它的机会依然存在这种币种呢，我们叫它什么呢？浪子回头币也就是说快速上涨之后快速回落之后呢，还会有一个上涨的机会这在我前几堂课上总是在说这个事儿我们看到对于 SUM 来说它在4R级别上出现了悟空阳线、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非常明显的每一根阳线呢都是独立阳线的一个币种然后4R级别上涨之后，对称性4小时级别悟空阴线、八戒阴线、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
啊，唐僧阴线是唐僧阴线组啊，3根阴线啊，一根阴线，一根十字星啊，第3根阴线啊，这3根构成了悟空阴线组啊，然后进行它的一个调整动作啊。但在调整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小儿线震荡形成收敛结构之后啊，发动了一个突破，但是没有完全突破成功啊，因为小儿线的11440均线啊，也就是这个绿色的线啊，依然构成了它的阻力。但是呢，主力庄家是有不断的试盘动作的，特别是我们看到这个小儿线发动突破的时候，凌晨3点居然爆出这么大的量，所以呢，它在后续啊又连续展开了啊对多头方向的一个反攻。这轮行情我们看到了啊。对称性涨跌之后啊，对这个现货玩家进行了斩杀，但是在横盘过程当中呢，主力庄家是有不断收集筹码的一个动作的啊，特别是在凌晨3点啊，这个多头迸发的这个情况啊，它不是为了派发筹码啊，肯定是不是为了派发筹码啊，但是它有一个试盘动作啊，同时呢，在这个动作的过程当中啊，对$1附近的筹码啊进行了快速有效的收集。那么在后面的行情当中，我认为SUM 就还有浪子回头的这个可能性啊。这种可能性呢，就有一些像我们之前的 Luna C 啊、FTT 这种啊，甚至是很多这种快速归零之后的币种啊，都有这种爆发性上涨的机会。所以呢，对于这些币种啊，是可以进行关注的。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对我 K 线稀有战法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在我的主页啊 K 线稀有战法这个链接上啊购买我的这本同名书籍。同时呢，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加入我的 Telegram 群或者 VIP 群。感谢大家，再见。